大家好，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股票投资离不开两类分析，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价格和交易量等市场数据，通过图表和技术指标来预测股票的价格走势。而基本面分析则关注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行业前景，通过财务报表和行业研究来评估公司的内在价值。这两种分析方式各有千秋，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最佳。基本面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股票的内在价值，判断是否被低估或者高估，是否值得长期持有。而技术分析则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交易时机，判断买卖点，确定止盈止损的位置。美股新的财报季已经到来，很多投资者朋友肯定也想借此机会重新检视自己的持仓。读懂财报是基本面分析中最关键的一步，所以今天我就用一期节目来带大家轻松读懂财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读财报既麻烦又复杂，但是你如果看完今天的节目，就会发现其实读财报也可以很轻松简单。这期节目干货满满，所以不要吝惜你手中的鼠标，点赞并转发这期节目。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请赶紧订阅一下哦！记得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美股上市公司通常在每个季度的季末之后的1个月内发布财报。具体来说，第一季度的财报通常会在4月中旬到5月中旬发布，第二季度的财报一般是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发布，而第三季度财报则安排在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发布，第四季度财报往往会在次年的1月至2月中旬发布。一般财报季是由银行股来打头阵，所以银行股表现的好坏对大盘的走势和市场情绪有着很大的影响。随着财报季的深入，科技股的表现对于整个季度美股市场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上市公司发布财报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规定，也是为了通过透明的信息披露获得市场的信任，并且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公司财报哪里找？官网一搜全知晓。在任何上市公司的官网，你只需要打开 Investor Resources 就可以找到 Form 10Q。Form 10Q 是美国上市公司每个季度交给 SEC 的一份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管理层的讨论和分析、风险因素、法律程序和内部控制。虽然财报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读懂3张报表：随意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这3张报表是分析股票基本面的关键呢？如果用家庭的财务管理来解释，就会非常容易理解。比方说，要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健康，首先会看收入和支出。一般来说，收入大于支出就是健康的，否则就是入不敷出。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知道它在一定时期内的收入、成本和利润情况，这就反映在损益表上。其次，我们也会希望了解一个家庭有多少的资产及其价值，比如房产、股票、债券、保险和现金等等。同时，大多数家庭也会有负债，像是房贷、车贷和信用卡债等。用全部的资产减去负债的剩余部分，就是家庭的净资产。同样的，我们还会关心哪些资产可以在短期内变现，哪些资产无法迅速变现，比如房地产。同理，短期内必须偿还的债务也需要关注。在企业的报表中，类似的信息就展示在资产负债表上。最后，我们还需要了解家庭的现金流情况，例如每个月的支出有多少是用于消费，有多少是用于投资。相应的，企业现金的流入和流出在企业的现金流量表中都有记录。因此，读懂这3张报表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一个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现在你对这3张报表的用途有了一些了解，但当你随便打开任何一张报表时，就会发现指标很多，显得麻烦又复杂，这又让你开始犯难。不过对于普通散户来说，每张表中虽然有几十个指标，但实际上只需要关注其中少数几个重点指标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就分别来看一看。损益表。损益表怎么看？我们只需重点关注3组共6个指标，它们分别是毛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总收入和净利润趋势，以及 EPS 和市盈率。毛利润是总收入减去销售成本之后的利润，高毛利润率表明公司具有良好的产品定价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一般来说，有强大护城河的公司更加具备这些能力。例如，作为半导体龙头的英伟达，其1季度的毛利润同比增长了 339%， 股价也因此创下新高。毛利润减去营业费用，像是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之后，得到的就是营业利润。
反映的是公司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营业利润率越高，意味着公司的运营效率就越高。第二组重要指标是总收入和净利润。在损益表上，总收入是排在第一行的指标，它反映的是公司的销售能力和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总收入表明公司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净利润是公司最终的盈利能力指标，是投资者和股东最关心的数据。虽然大科技公司现在都有很高的利润率，但是他们曾经也都是初创企业，很多在上市初期利润率都是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长成为优秀的公司。大公司要获得10倍的增长很困难，因此有些投资者希望找到有潜力的小公司。虽然这些小公司的净利润可能为负，但是总收入的增长趋势却很可观。投资这样的公司固然要承担更高的风险，但是也有更多的机会让股本翻几倍。第三组的重要指标就是 EPS 和 PE ratio。EPS 即每股收益，是净利润除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反映了每股股票为股东带来的收益。英伟达一季度的 EPS 为 6.04 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0.83 美元提高了 628%。用当前股价除以 EPS 就得到了市盈率 PE ratio。市盈率较低表示股票被低估，较高表示股票被高估。但是市盈率的高低需要结合行业的平均水平和公司的增长前景来判断。假设企业 A 是高成长性的大科技公司，它的市盈率达到了100，而企业 B 是传统行业，它的市盈率只有10，是不是说明 A 与 B 相比，它被高估了呢？我们是不可以进行这样简单的对比，因为 A 随着业绩的增长，市盈率会逐渐下降。另外，美国证券市场允许没有盈利的公司上市，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市盈率为负就没有参考价值。那我们就可以用市净率，也就是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来代替。通常市净率较低的股票，投资价值较高。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展示的是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负债也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又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应收账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则包括了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流动负债包括了应付账款、短期借款，非流动负债包括了长期债务、递延税款等。光是听着这么多子项的名称，可能就让人犯迷糊了。不过投资者其实并不需要了解以上的所有细节，只需要关注几个重点指标。第一个就是净资产，净资产等于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及股东权益的总和。我们希望公司的净资产越高越好。从净资产延伸出的一个指标就是负债权益比率，即总负债除以股东权益。这个比率如果比较低，就表明公司更加依赖于股东资金而不是债务资金，这样财务风险就比较小。第二个重点指标就是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流动比率高，说明公司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总的来说，投资者就是通过资产负债表了解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和偿债能力，识别潜在的投资机会，评估潜在的投资风险。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反映了公司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情况，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融资活动这3大类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公司维持日常运营的重要资金来源。持续的正现金流表明公司的运营活动是健康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是公司购置和处置长期资产的现金流。负数表明公司正在进行投资，是扩展业务或提升效率的好兆头，但是数值过大，可能就会存在过度扩张的风险。融资活动现金流反映了公司筹资和还债的情况。正数表明公司正在融资，负数表明正在偿还债务或者是回购股票。股票回购通常会带来股价的上涨。此外，投资者还需要了解自由现金流。自由现金流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去资本支出，代表公司在维持现有业务后的剩余现金。正向的自由现金流表明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来投资和回报股东，是衡量公司财务健康和长期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讲，只要能够读懂以上3张报表中的这几个重点指标，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和现金流情况，做出比较准确的投资决策。当然，如果能够更加深度地挖掘这几张报表的内容，投资者就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一家公司，并且做出更精准的投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